女人精心种植的庄稼地迎来了繁忙的收获时节，2块花生地又究竟能收获多少花生呢？昨天翻过土的地块还需继续耕犁成水田，熟练的启动耕地机，丽娜已经能驾轻就熟的操控，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美好。贫瘠的土地也在慢慢发生改变，伴随着耕地机的来回碾压，水田里的团块土壤慢慢消失，变成黄色的泥浆，就可以等待栽种水稻了。下方的梯田还需继续翻土，发动机的轰鸣声在幽静的山谷回荡，丽娜耕作的身影仍在继续前进，重复的旋耕操作很快让荒草地变成了水田。经过几小时的忙碌，全部的地块都已爬犁结束，接下来只需等待秧苗的移栽即可。花生地也到了采收时间，如果不尽快收获，极易造成花生果的再度发芽。松软的泥土也让拔花生缓解，显得非常轻松。抖落掉覆盖的泥土，每一颗花生秧苗都生长了好几颗花生。虽然谈不上高产，但足够多的数量，也将有着不错的成果。将拔出的花生搬到阴凉树下，手工一颗颗的采摘到竹篓里。看似简单的操作，实则非常考验一个人的耐心和毅力。小编曾尝试过，每次都忍不住往嘴里送，还很容易犯困睡着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小块花生地已经采收完成，大概收获了2竹篓的花生。第2块地也是同样的重复采摘1竹篓。面对如此多的花生，丽娜还需先进行淘洗，一处水流湍急的溪水，双手用力的摇晃，足以保证每颗花生都雪白干净。严重超载的竹篓也让丽娜起身相当吃力，差一点花生就洒落到水中。艰难地返回农庄，制作的晒台也再次的发挥使命，将所有的花生都倒在平台上，均匀的平铺晾晒。2块花生地一共收获到了4竹篓的花生，也算是目前种植中最大的一次收成。换掉身上潮湿的脏衣服，丽娜还需给野猪喂食一遍。虽然庄稼地农活很忙，但也不能让野猪们饿着，不然就会造成出逃的情况。所有的野猪也都开始抢食。细心的丽娜发现数量不对，仔细的数了2遍，还是少了1头猪仔。呼唤也没有得到回应，这也让丽娜非常着急。很快便在老树根旁发现了躺着的野猪，迅速的抄起树枝，敲打着缠绕在野猪身体上的蟒蛇。驱赶到猪舍院外后，丽娜也不敢贸然追打，这一幕也将给农庄带来巨大损失。小野猪已经彻底嗝屁了，很明显是被蟒蛇缠绕窒息而亡。虽然身体没有出现咬痕，也很有可能会感染蛇毒。迅速的带离猪圈，才是对其他野猪更好的保护。自然，丽娜也放弃了实用的想法，扛着铁锹，将猪仔带到一块风水宝地，挖好半米深的土坑，最后不舍得抚摸告别。农庄的每个家禽都是丽娜亲手喂养大，对每一个都十分的爱护。奈何最近农活太忙，没有及时查看到蟒蛇的侵入，丽娜也只能默默承受这一切。生活还得继续，这也让丽娜更加担心其他野猪的情况。一番查看后，庆幸的是其他野猪都十分安全。这条蟒蛇也在丽娜心中留下了阴影，如果不能抓住的话，后期可能会返回农庄，继续伤害其他家禽。人独自在大山里开荒种地，一望无际的玉米地里，数不清的金黄色玉米棒，掰到手软，又究竟能收获多少呢？新的一天从农庄开始，昨天收获的花生，经过1天烈日的暴晒，已经完全干燥，尽数的收集起来。一部分剥壳后，花生米用来榨油也是不错的选择。整整装满2个蛇皮袋，搬到房间暂时存放起来。今天还需抓紧时间采收地里的玉米，不然阴雨天极易造成出芽腐烂，几个月的辛苦也将付之东流。转眼来到庄稼地，南瓜秧还在开花继续生长，还需等几天才能采收南瓜。径直来到玉米地，利用竹签刺穿玉米棒的厚厚外套，双手默契的配合，成熟的玉米棒很轻松就掰了下来。装满1竹篓还需集中倒在地上，腾出竹篓继续采收。再次的装满后，丽娜直接表演一招倒栽葱快速卸火。接着是第3竹篓，这次直接把帽子都炫掉了。不过掰玉米还得继续，每一颗玉米杆都仔细的查看采收。看着几个月的辛苦换来的收获，丽娜还是非常开心。不知不觉地上已经堆积如山的玉米棒，这些也将成为农庄家禽的保障口粮。地里的玉米棒都已全部采收完，顺便查看前几天培育的稻子秧苗，如今已经郁郁葱葱，绿油油的一片种苗，宛如韭菜般疯长。还需提前规划好时间移栽。满满1竹篓的玉米棒背起来还是有点重量，山路也不是很好走，需要经过一段下坡的树林，还有水流湍急的溪涧，再翻过一个陡坡才能到达农庄。每趟20分钟的路程，也让丽娜满头大汗。就这样往返重复的搬运，所有的玉米都背回农庄后，整个晒台也被堆得满满当当。接下来只需静静等待，被晒干后的玉米就可以长久储藏，用来随时喂食农庄的家禽。然而你可能还不知道丽娜的农庄目前到底养了多少数量家禽。首先是野猪群的喂食，经过精细熬煮浓稠的猪食，盛装到3个塑料桶内，加入嫩叶，用山泉水稀释冷却，搅拌均匀后变成了4桶。还没等丽娜将猪食倒进食槽，10几头野猪便蜂拥而至抢食。前几天产崽的野猪妈妈已经开始带娃四处溜达，喂食的现场难免出现打斗，还需丽娜现场维持秩序。抢不到食物的小猪仔忙碌在2个食槽间来回奔跑。
好在准备了足够多的猪食，也让野猪们个个都吃得肚大腰圆。目测野猪家族已经扩大到了30头左右。虽然昨天不幸被蟒蛇咬死1头猪仔，但另外2头大肚子野猪妈妈也即将迎来产崽，数量又将再次的扩大。砍来一些嫩草，呆萌的豚鼠也迎来开心的一餐。几日不见的豚鼠家族也繁殖出了一些小豚鼠，数量也由原来的几只发展到了20多只。高产的流氓兔家族自从换了新房子，身上也干净了许多，在院子里来回蹦蹦跳跳，大概也有30只左右，还处在不断的扩大时期。带翅膀的家禽也是满院子都是，鸡鸭鹅的数量根本数不过来。飞来飞去的肉鸽目前也有20几只，目前新出生的一些幼鸽还没有睁眼进食大米。当然，这些家禽每天还在不停繁殖，还有数不清的鱼类也在增长数量，农庄也将不断的扩大。丽娜也从最开始的一无所有，逐渐成了隐藏在大山里的小地主，又结束了繁忙收获惬意的一天。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，这一刻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悲伤，不甘的泪水里夹杂着无可奈何，让这个平日里勇敢到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强人，此刻显得那么的柔弱和无助。新一天的来临，勤劳的丽娜一大早就出门前往庄稼地，前几日开垦的水田也该进行最后一次的松土和蓄水。依然是路过熟悉的溪涧，充足的雨水也让水流大了很多。沿着多次踩踏过的足迹，很快便来到处于半山腰的庄稼地。眼前的秧苗已达到移栽的高度，移栽前还需要把所有的水田进行田埂的最后加固垒高，以确保栽种水稻后能够保持足够的水位。低矮处用铁锹快速挖掘修堵，窄一点的田埂还需徒手一点点将淤泥堆积在内侧，可以有效防止蓄水的渗漏。所有的堵水工作忙完后，再次的启动耕地机，将水田沉淀的淤泥做最后一次的松土。只有保证足够松软的泥土，才会让栽种更加轻松，秧苗也会扎根生长得更快。耕地机的熟练使用，也让丽娜节省了很多体力和时间，行走在梯田里也如履平地，更是玩起了花式单手掉头的高难动作。清澈的水田也全部变得浑浊松软。经过一段时间的重复松土，临近中午时，耕地机已是满身泥浆，所有的水田已经全部松土完成。现在还需回到农庄给家禽喂食一遍，下午就可以安心进行水稻的移栽。转眼回到农庄，昨天收获的玉米已经完全晒干，挑选一些作为鸭子的口粮，可以节省一点稻谷的消耗。手工的快速揉搓也让脱粒的过程十分解压，玉米粒在骨肉分离间应声落入桶内，几斤的玉米粒足够鸭子们饱餐一顿。然而瘫倒在地面的溜达鸡让丽娜瞬间感觉天旋地转，平常活蹦乱跳的大公鸡已然一动不动，其他的溜达鸡也是相同命运，有的身体已经完全僵硬。悲伤的同时还需尽快将所有溜达鸡找到查看情况，个别还没断气的鸡仔也是做着最后的挣扎，丽娜也只能暂时将其放进竹篓，尽量的将活着的溜达鸡隔离起来。然而随着不断的溜达鸡尸体被找到，这一刻丽娜再也控制不住流下了泪水。平日里细心喂养活蹦乱跳的鸡仔就这样一动不动地躺在了面前，有的还没有彻底断气，自己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们死亡。这场突然袭来的鸡流感无疑给农庄带来巨大的损失，10几只死亡的成年溜达鸡也只能无奈地带离鸡舍。原本以为大山里原生态的环境能让它们快乐地成长，没想到还是被病毒再次的侵蚀，将冰冷的溜达鸡掩埋在地下也是目前最好的善待。为了尽快抑制病毒，减少其他鸡仔的死亡，丽娜一个飞奔买来了一些抗生疫苗和消毒药品，先是全副武装进行地毯式的抛洒消毒粉，不论鸡舍、鸭舍还是地面都全面覆盖粉末，接着是药剂的再次喷洒，争取最后一点希望，让活着的家禽能够抗住这次灾难。半死不活的溜达鸡也只能注射抗生素救治，能不能成活就看他们的命运了。原本移栽水稻的计划也只能搁浅到明天了。前2天刚损失1头猪仔，今天又损失10几只溜达鸡，丽娜一边要忙着庄稼地，一边又要忙着照顾家禽，此刻显得有点身心疲惫，真是造物弄人的一次经历。希望活着的家禽都能健健康康。虽然昨天已经紧急采取消毒抢救措施，但现在地上躺着的溜达鸡一动不动，也说明了抢救的时间太晚。打过抗生素的几只也相继倒下，只剩下最后一只还在坚挺。随着冰冷的溜达鸡不断被找到，意味着这场鸡流感让溜达鸡几乎全军覆没。面对巨大的损失，丽娜也只能无奈地将它们掩埋。忙碌的生活让丽娜来不及悲伤，完全晒干的玉米棒需要抓紧时间脱粒保存起来。手摇式的脱粒装置也将大大提高效率。虽然表面已经锈迹斑斑，但是脱粒效果还是非常给力。左右手默契的配合，随着齿轮的迅速旋转，一颗颗玉米粒便应声落地。没有脱粒干净的玉米棒还需手动再次揉搓。经过1个小时的重复操作，脱好的玉米全部装进蛇皮袋，腾出空间继续将剩余的玉米棒脱粒。左手不断塞入玉米棒，右手使劲摇动齿轮，所有的玉米都脱粒完成后，还需再次的转移到晒台，最后再晾晒1天，确保水分完全蒸发，才能长久储藏起来。
原本计划昨天下午移栽水稻，没想到被溜达鸡耽误了时间，现在还需抓紧时间到庄稼地移栽。依然是穿过熟悉的溪流，再翻过一段陡坡路，水田的蓄水仍然满满登登。此时正是移栽稻苗的最佳时刻。先用铁锹沿着扶根处将秧苗铲下来，连土带苗的放进大盆里。如果长时间没有移栽完，也不至于秧苗缺失土壤枯死。将秧苗剥离泥土，相隔20厘米左右距离，均匀笔直地插入淤泥中，可以让每一根秧苗都能充分吸收到养分，尽量的保持整齐的队形。后期进入稻田除草施肥也会更加方便。随着秧苗不断的竖立在水田，也形成了一块大大的方阵队形。虽然天气十分炎热，加上持续的弯腰插秧，让丽娜感到疲惫不堪。为了能尽快栽种完，丽娜还是一刻不停地继续重复动作。虽然每一个狭长的梯田面积不大，但数量加在一起也有好几亩地。就这样一直弯腰栽种了好几个小时，所有的水田也都全部栽种完成。看着整齐划一的秧苗，多多少少心里还是有点自豪感。这些稻谷收获时，也将大大满足农庄家禽的需求。在返回农庄前，还需将南瓜地里的南瓜采摘一些带回去熬煮一大锅猪食，用作给野猪们增加营养。此时的南瓜已经完全成熟，甜度和营养也是最佳。很快便采摘了大半竹篓，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忙碌快乐的时刻。眼前照顾好剩余的家禽，也是丽娜的主要任务。农庄的一切安好，便是不枉丽娜的辛苦劳动付出。人精心喂养的第2只野猪妈妈，在野外顺利产下6只小佩奇。然而，它们又能否在野猪群顺利长大呢？新一天的到来，昨天从庄稼地采摘的南瓜已经熬煮成浓稠的猪食，每个塑料桶都盛上半桶，再加入一些嫩叶和米糠，用山泉水稀释搅拌均匀。几十头野猪早已翘首以盼，围聚在门口等待开饭。第一窝小佩奇已完全融入野猪群，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，试图加入这场抢食行动。随着猪食倒入食槽，大野猪则优先抢占有利进食位置，小野猪只能见缝插针地吃上几口，在2个食槽间来回奔跑。就在所有野猪埋头专注干饭时，丽娜还是会习惯性地数一下数量，没想到还真少了一头野猪。自从被蟒蛇咬死一头小佩奇，丽娜也是格外的警惕。先是查看一下周围情况，竹片制作的围挡墙已经被野猪拱出一个大洞，顺着灌木丛野猪走过的足迹仔细地查找起来。蜷缩在植被下的野猪妈妈似乎也听到了丽娜的呼唤，扒开覆盖的藤蔓，6只可爱的小佩奇都非常健康，黑皮肤搭配白手套显得格外呆萌。野猪妈妈虽然十分警惕，但面对猪倌丽娜的触碰，也只是本能的护住幼崽，并不敢有过激的攻击。毕竟饿肚子的感受她还是明白的。确定只有6只小佩奇后，丽娜转身拿来竹篓，要将它们引到猪群生活才能保证安全。先将小佩奇装进竹篓，野猪妈妈就会一步步跟在后面。先关进猪圈，让小佩奇安心吃奶度过安全期，再放出来一起喂养。然而野猪群的另外2头大肚子野猪也即将迎来小猪仔的降生，丽娜还需准备好随时照顾2头野猪妈妈。在制作月子餐猪食前，还需将破损的围墙简单的修整一下，防止其他野猪调皮逃出去。随后一个转身，来到自己种植的木薯地，连根带土将木薯整颗拔出来，4、5颗木薯就已收集满满一竹篓。木薯充足的淀粉营养含量是熬煮猪食不可缺少的材料。回到农庄，将单独小灶起火烧水，挑选几个甜度最佳的南瓜，均匀切成片状，倒在小锅内慢慢熬煮。新鲜的木薯还需简单刮去粗糙的表皮，剁成厚度大致相同的薄片，一同加入小锅内继续熬煮。最后再加入一些细米增加口感。晒台的玉米还需简单的翻个身，继续晾晒。只有保证足够的干燥，储藏起来才能减少变质生虫。经过1个小时的持续熬煮，猪食已经完全熟透粘稠。先盛上半桶给野猪妈妈补充营养，又烫又粘稠的猪食还需加入山泉水稀释冷却。早已饥饿难耐的野猪也迫切需要猪食的补充，面对丽娜的抚摸也丝毫不抗拒，一心只顾着埋头享受美味。趁着进食的机会，丽娜忍不住撸了一把小佩奇，让小家伙尽量熟悉手上的味道，增加一点亲密度。对着新世界还十分陌生的小佩奇，看着还是十分的呆萌可爱。转眼来到第2天，许久没打理的菜园空地已然被杂草全部覆盖。烈日下拼命地挥动锄头，必须尽快地把这片空地清理出来。只有种植足够多的食物，才能维持农庄野猪们惊人的食量。这种类似竹叶的植物是早期种植的生姜，还在缓慢继续生长。经过1小时的人工不停除草，一块几十平的空地就腾出来了。甘蔗地的杂草今天还没时间清理，背上竹篓头也不回地赶到红薯地，将较长的红薯秧苗用柴刀分割一些下来。这些茎秆也将极易生根，经常被人们用于2次的栽种。拿回农庄后，还需去除叶子，分割成均匀长度，这样埋入土中会更加有利根系的营养吸收。在空地上均匀地刨挖好栽种的浅坑，撒上一些改善土壤的肥料，再逐个地将红薯茎秆埋入土中即可。当然，此时能够来一场小降雨就更好了。
忙完红薯的栽种工作，也该开始准备溜达鸡的喂食。细米中加入一些抗生素粉，增强一点抗病的抵抗力。然而鸦雀无声的鸡舍，也让丽娜感觉到大事不好。生病隔离的溜达鸡再次的集体病亡，仅剩2只没断气的，还在发出最后的哀嚎。这是溜达鸡自生病以来第3次的大批量死亡，累计已达到30多只。夏季炎热的天气是病毒肆意传播的高发时期，密集的数量和狭小的鸡舍，加上没有定期注射疫苗，让农庄第一次养鸡就面临巨大损失。几个月的辛苦喂养，全部静静地埋入了泥土中，再次的进行全面消毒防护，争取最后几只能存活下来，给农庄的溜达鸡家族留下几只苗，也不枉丽娜精心的喂养。一头野猪不幸被咬死，没想到劫后余生的蟒蛇深夜再次的出现在鸭舍，然而这次丽娜又能否成功抓住它呢？新一天的来临，耀眼的阳光已经洒满了整个农庄。昨天没有来得及除草的甘蔗地，今天还需抓紧时间清理。肥沃的土地滋养甘蔗的同时，也让杂草生长得异常茂盛。如果不能及时的清除杂草，这将对甘蔗的粗细和甜度造成很大影响。行间较大的空隙，依然是用锄头奋力的平铲根除，甘蔗根系旁则需手工小心的拔草，这也是生态种植不可缺少的除草环节。经过丽娜的持续忙碌，这块面积不大的甘蔗地很快便被收拾得清爽通透。此时也到了喂食家禽的时刻，砍来一些嫩草，足以让呆萌的豚鼠家族快乐一整天。部分生性胆小的豚鼠焦急地尝试将嫩草拖进笼内，反观雪白的流氓兔已经开始在院内来回蹦跳，不断咀嚼丽娜手中的嫩草，丝毫没有胆怯害怕。正是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，让流氓兔家族数量不断上升。新出生的一窝小鸭子也开始进行饲料的喂养，看着毛茸茸的可爱小家伙们，干起饭来速度也完全停不下来。已经成年的白鸭和大鹅，凭着强大的消化系统，可以完全吞噬整颗玉米，这也将节省了一部分稻谷的消耗。待所有家禽都喂食结束，丽娜也将制作一份美食犒劳自己。先将大米淘洗干净，放在土灶上大火熬煮。新鲜的瓜尖还需摘除茎秆粗糙的表皮，掰成长度大致相同，方便烹煮。即将完全煮熟的米饭，只需转小火保温焖煮即可。由于溜达鸡已经所剩无几，今天也只能抓条鱼来换换口味。经过抄网的连续推进，在拐角处网住一条大鲤鱼。然而仅靠丽娜一个人，一餐不可能吃完，只能暂时先放了，继续寻找小一点的鱼。一条鲫鱼无疑是最完美的选择，简单清洗处理干净，加上少量盐巴调味腌制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烤制，整个房间便弥漫着烤鱼的香味。如果说干煸花生米是最朴素的烹饪方式，那么清水煮瓜尖则将生活再次的回归自然。看似普通简单的一餐，用到的所有食材却都是丽娜亲手栽种养殖，不仅荤素搭配营养均衡，也让丽娜的生活充满了动力。吃饱喝足后，本该放下一天的疲惫进入梦乡，没想到漆黑幽静的农庄夜晚，突然传来连续不断的大鹅叫声，这也让丽娜十分害怕。如果是小偷的光顾，这也将非常的危险。丽娜试图通过喊声吓退未知的侵入，然而一切只是徒劳。慌忙的丽娜只能快步跑回屋内，打开所有的照明灯光后，迅速劈砍出几块竹片，点燃当作照明的火把，也可以有效驱赶食肉动物的靠近。在鸭舍查找一圈，突然一条黑色身影在眼前晃动，丽娜也是惊呼不断。一条大蟒蛇正在试图逃出鸭舍围墙，丽娜此刻既紧张又害怕，在竹条连续敲打下，蟒蛇已快速逃进黑暗的灌木丛。这已经是蟒蛇的第2次侵入农庄，好在这次发现的及时，并没有造成家禽的损失，度过一个彻夜难安的夜晚。转眼来到第2天，一早就开始精细打磨柴刀，今天势必将蟒蛇找到，彻底消除这个隐患，不然农庄也将无法安宁。再次的查看鸭舍，并未发现蟒蛇的踪迹，现在也只能将附近低矮的灌木尽量的砍除一些，树叶也成了野猪们的点心。没有灌木丛的掩护，蟒蛇白天也只能躲进更远的树林。在围着农庄砍完一圈后，也并未发现蟒蛇的任何痕迹，难道已经逃进了身后的大山？就在丽娜以为一切即将回归平静时候，砍除院内最后一片灌木丛时，直接吓得丽娜转头就跑。拿来树枝小心拨开腐木，确认就是昨晚的那条蟒蛇后，丽娜随即一个被动技能召唤来还在放牛的表哥贺强。艺高人胆大的贺强也是没有任何防护，直接用木棍牢牢锁定蟒蛇颈部，随后凭着过硬的八字，在松开棍子的瞬间徒手锁住蛇头，强行的将大辣条装进蛇皮袋。丽娜也投来了崇拜的目光，然而等待蟒蛇的命运又是如何呢？只见两人迅速离开农庄，一路火花带闪电的穿过溪流，来到一棵歪脖树前。就在你以为他们要在此炭烤辣条的时候，没想到却是将蟒蛇在此放生，让它在这里回归自然，也许是对生态循环最好的保护。临走前，丽娜也是连声道谢表哥，帮助农庄解决了蟒蛇的滋扰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条蛇还会不会再次原路返回农庄呢？
人将养殖数月的鱼塘水放干，面对满池塘的大鱼不抓，偏偏摸了2盆不起眼的螺丝，又将拿它来做什么呢？新一天的来临，单独隔离的第2只野猪妈妈也到了加餐喂食的时候。农庄的一切看起来都非常安宁和谐。就在丽娜不经意的一瞥，发现围挡的铁丝网已经被野猪强行破坏，目前还不确定是哪只野猪出逃，只能顺着破坏的痕迹查找。很快便在低矮的灌木丛中发现一头正在带娃的野猪，觅食着野外根茎的美味。这是农庄的第3只野猪妈妈，首次产崽就顺利迎来4只小佩奇，也让丽娜感觉十分开心。小野猪也紧紧围在妈妈身旁，想要更加的安全成长，还需尽快转移到猪圈内。转身拿来一个竹篓，本想着将小佩奇抓进竹篓，野猪妈妈就会自然跟随着回到猪圈。没想到这只野猪不按套路来，压根不明白猪倌的用意。丽娜只能简单粗暴的直接动手，将大野猪一起抱了回去。一顿精心准备的猪食，便是对这只年轻的野猪妈妈最无微不至的营养奖励，也馋得其他野猪哈喇子直流，喂食场面更是打斗不止，谁都想多吃上几口。第一窝小野猪也开始尝试进食，奈何食槽太高，只能捡拾掉落在地面的食物。然而这只肚子都快拖地的野猪，看来最近也将迎来小猪仔的降生，新生代小野猪的数量也将超越成年野猪。面对如此多数量的野猪，丽娜又将如何处理呢？转眼来到第2天，养了几个月的鱼塘也该进行彻底的清理一下。打开排水孔的瞬间，水流便喷涌而出，流进菜园，干枯的菜地也将得到滋润。在等待半小时后，鱼塘里的大鱼便清晰可见。大金鱼与青鱼、草鱼的混合养殖，也让鱼群看起来颜色分明，较大的个头也彰显着丽娜细心的喂养。然而今天的主要任务是收集鱼塘里的螺丝，浑浊的池水夹杂着石块，也让摸起来并没有那么顺利。狭小的鱼塘也让螺丝生长得缓慢，个头看起来都非常的小。好在鱼塘内有着足够多的数量，很快还是收获了满满2大盆。竹片的围挡墙被长期水泡的渐渐腐化，不过最近还没有时间进行修缮。今天要将这2盆螺丝转移到稻田，进行继续生态养殖。踏过潺潺的溪流，顺着多次踩踏出的羊肠小道，顺利来到位于半山腰的庄稼地。清澈见底的稻田，嫩绿的稻苗正在努力生长，将螺丝均匀地抛洒在稻田内。流动的水质加上田螺的爬动，能较好的激发土壤的养分，让稻苗生长得更快。适应性较强的杂食田螺能在这样较好的环境生长，自然更加有利于成长繁殖。随着秧苗的长大，也将提供足够的阴凉，避免田螺被烈日的暴晒生病。在每一块水田都均匀的养殖田螺，也是生态养殖的双重收益。以后收获田螺将增加一项收入。枯萎的玉米茎秆还需尽数的全部砍掉，进行第2季的种植。只有不断的种植收获，才能持续循环满足农庄家禽的消耗。秸秆的处理方式也是原始、高效、简单、粗暴，直接一把火变成草木灰滋养土壤。南瓜地最后遗留的南瓜还需全部收集起来，这些也将给产崽母猪提供丰富营养。待所有地块的杂草都清理干净，耕地机的再次出场，响彻山谷的同时，快速的将泥土翻转。早就驾轻就熟的丽娜已经将耕地机操控的淋漓尽致，不论是 L 型地块还是 Z 字形都能完美的掉头，偶尔翻车也是在所难免，毕竟身高阻碍了发挥空间。自从有了耕地机的加持，效率比大水牛提高了很多倍。只是这耕地机是借表哥家来的，所以还需抓紧时间翻地，等赚到钱自己也能添置一台，那就方便多了。赶在太阳落山前，已经将所有的地块翻土完成。有了上一次的收获玉米和花生，这次丽娜又将种植什么农产品呢？10几头小野猪已经断奶开始抢食，然而残酷的进食场面极易造成小野猪的受伤，单独隔离的喂养已迫在眉睫。满院子追着野猪跑，又能否成功抓住呢？新的一天从喂鱼开始，昨天刚换完水的池塘也让鱼群更加渴望食物的补充，漂浮在水面的鱼食也将被抢食殆尽。其他的家禽也到了喂食时间，没有溜达鸡的分食稻谷，让鸡舍看起来冷清了许多。鸭子们独自享受着宽大的院子，然而丽娜并没有将它们喂饱，就强行赶出农庄。野外溪流的小鱼和昆虫也将提供丰富的营养。陵园购的嫩草依然是豚鼠们的最爱，就是这吃草的速度让人着急。满院子的流氓兔来回蹦跳，享受嫩草的同时，也不忘来场兔兔赛跑。如果奖励几根胡萝卜那就更好了。散养的肉鸽还需细米的喂养，来保证孵化繁殖期的营养。很快又将迎来小鸽子的出壳。面对大食量的野猪家族，依然是精细熬煮的猪食，搭配稻糠和嫩叶搅拌均匀。几十头野猪都已排好队形，随时准备冲在干饭的前线，目光牢牢锁定丽娜手中的石头，一瞬间便将食槽围得水泄不通。抢不到食的小野猪焦急的来回见缝插针，个别胆大的直接爬进了食槽，迎接他们的则是大野猪无情的大鼻洞。
这种激烈的抢食场面也极易造成踩踏到小野猪受伤。不过今天丽娜还有更重要的事情，昨天翻土结束的庄稼地，趁着现在土质比较松软，也该进行第二季的种植。拿上种子和锄头，便快速奔向山林，穿过2条浅浅的溪流，再沿着小路爬上半山腰。闷热的天气加上负重前行，已让丽娜热得满头大汗。面对大面积的地块种植，丽娜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。先用锄头将泥土刨挖出一道道浅沟，这样能更好的控制行与行之间农作物的间距，也让后期除草更加的方便。在沟槽内撒入一些草木灰，改善土壤的同时，也能消灭一些害虫。催芽后的花生种子，间隔10厘米左右均匀种在浅沟内，顺势用脚背将泥土覆盖即可。看似简单的操作，重复几百上千次的弯腰，也是对腰部和体力的双重考验。玉米的种植则简单多了，直接间隔较大的距离，刨挖出均匀的浅坑，在每个坑内加入肥料促进生长，然后用泥土覆盖好种子。正在丽娜忙得热火朝天的时候，天空突然飘起了小雨，这无疑是对刚播下种子的滋养。奈何天空已是乌云密布，瓢泼大盆的雨水也倾倒而下，无处藏身的丽娜也只能紧靠一片叶子护住头部，看着着实有点让人心疼。好在阵雨说停就停，并没有耽误太长时间，剩下的玉米地还需全部种完，期待这一季玉米花生的种植能比上一季收获的更多。转眼来到第2天，散养的小野猪也该进行单独圈养了。长时间的抢不到食物，加上大野猪的撕咬，也非常影响个头的生长。在检查猪圈各方面都安全牢固后，丽娜本想着直接将小野猪驱赶到圈内，然而小野猪并不配合，无奈只能上演一场老鹰捉小鸡的场景。被抓到的小猪仔试图用哀嚎反抗，然而这一切只是徒劳。几十头野猪也被丽娜的异常行为吓得十分紧张，再想抓到就非常难了。在连续扑空2次后，终于将几只小野猪堵到了另一侧猪圈，剩下的小野猪也没能难住丽娜。一个大超网的出现，就算小野猪开启4驱涡轮增压，也将难逃天网的追踪。一超网一只小可爱，很快将它们全部关进了猪圈内，这也为后期售卖提前做好了准备。趁着下雨的空隙，正好给小野猪制作2个浅一点的食槽，将3块木板之间用铁钉夯入牢固，形成一个长食槽的造型。最后切割2个短木板，固定在2端缺口即可。2个食槽都做好后，丽娜也是奢侈的拿来一些饲料喂食。然而惊魂未定的小野猪还是十分的害怕，全都紧紧缩在拐角瑟瑟发抖。最后还是被饥饿战胜了恐惧。这批小野猪也将被出售一部分，所以圈养也会让它们成长得更快，后期抓起来更加方便。门前围挡泥土的竹片长期受潮，已经腐化到一碰就掉了。势必轻功的丽娜也绝对不能容忍这破败的一幕，影响到农庄的整体美观。这也关乎到2栋大别墅的地基牢固，将破损的竹片和台阶全部的清理干净。许久没有砍伐的竹子显得格外粗壮笔直，先用手工锯分割好适合的长度，用柴刀拆分成均匀的竹片后，将一端劈砍成尖状，最后并排用力夯入地面。看似简单惬意的田园生活，实则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琐事，需要动手亲力亲为去完成。也正是这种与世隔绝、无依无靠，练就了丽娜勤劳勇敢的性格。